我在一场活动上堵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了。奥斯汀对，不是奥斯汀。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不久前，美国先是派侦察机来南海挑衅，污蔑我们合理合法的应对行为，又在中美防长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前渲染中国拒绝在相互期间和美防长对话，把不能对话的责任推给我们。很多网友给我留言，为什么美国总是倒打一耙，还强有力？带着网友的困惑，我决定当面和美国代表团对线。根据公开信息，我打印了美国参会代表的名单和照片，3维还原场地的分布图。一到现场，我就在各个会场寻找美国代表团的身影。终于在一场活动的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Why America provide aircraf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Okay. 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第一次的当面对线失败，跟着美方代表团，我穿过一整个游泳池和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了美方的驻地，继续蹲守。在这期间，我刷了刷外媒，却看到一条更气愤的消息：奥斯汀警告中美军事可能会失控。第二天就是奥斯汀的演讲，他会不会继续施压？于是我开始寻找奥斯汀，终于在一场活动门口堵到了他。Mr. Austin, do you think something tough to China during the dialogue? 随后，奥斯汀的每次双边活动，我都要上去问一句。然而我几次追问，他都没有作答，留给我一个迷之微笑。我琢磨了半天，他这个笑是什么意思？晚宴上，美国防长主动和中国防长握手。第二天，奥斯汀又提到握手。一些媒体把奥斯汀的举动称之为努力。这一出早就备好的戏被美国炒得沸沸扬扬，还有美国专家借机蹭热点。连中方代表团席位上贴的国旗都要拿来做文章，连国外网友都觉得这种指责莫名其妙。我私下多次问中方的朋友要怎么回应这些碰瓷，他们的几次回答都是别急。眼看着关于握手和贴国旗的讨论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越来越多，我坐不住了，开始对着大会代表团上的名单和照片一个一个的找，终于在大厅找到了这个人，而他给我的理由却是The Chinese flag is red, so it just really stood out. And then later, I did see 2 Indonesia stickers. The challenge is the Indonesia stickers are very lightly colored. 到最后，他的傲慢让我放弃了与他的交流。一天下来，我和美国代表团的沟通屡屡碰壁。正当我的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我看到了老朋友赵小卓，他多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有着丰富的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的那些代表啊，是来自几十个国家，可不都是美西方。本来也是中国跟这些国家互动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他老是在一些鸡毛蒜皮事情上，是吧？做文章，你就不用理他，你该干啥干啥。该干啥干啥。我开始将目光从美国代表团身上移开，开始关注这个场内更多国家的发生。东帝汶的总统做了一个发言，他说如果今天有一些国家转而去向中国寻求帮助，大家不要感觉到意外，因为需要的东西很多现在美国和西方已经给不了了。中国能带来什么美西方带不来的东西？在听完东帝汶的发言后，我和一位他们国防部的人聊了聊。Very good. 而当我问他中国代表团最打动他的是什么，他强调了一个词：所有。We can sit together with all country to talk together about the security in the south. 我想起了之前中方的朋友和我说的，不要急。在这不要急的几个小时里，中国见了马来西亚、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防务部门的领导或代表团团长聊的都是关于地区和平的重大议题，丝毫没有被美国自导自演的这出戏影响。仔细想想，从最开始的地点选择上，或许就已经展现出差别。美国选在会场外面的小花园一角，而中国驻地就在会场大楼内，和所有国家在一起。而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中国代表团还在安排专家团接受中外媒体的公开采访。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来自中外媒体的40多位记者。当我扛着脚架被涌进来的记者挤到房间角落，那一瞬间我竟然有些欣慰。虽然我没有抢到一个绝佳机位，但好在来自全球的媒体都在认真聆听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和平愿望是真实的，是真诚的，真正肩负起对人类全球命运的这种角度，整个世界和平发展的
去看待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向国际社会啊，包括我们周边国家传达。当我试图和美国对线要一个答案时，我才发现中美相处，中国追求的从来不是和美国对线，而是专注走自己的路。我们的每一次发声，捍卫的是人类的正义与和平。这种中国人骨子里的包容和格局，大概就是美国给不了的东西。6月4日上午，活动的最后一天，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以中国的新安全倡议议题做大会发言，现场座无虚席，连走廊里都站满了听众。我们首先讲的是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谈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事实证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手伸向哪里，哪里就不得安宁，就会战乱丛生。中方认为，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才能和睦相处。坚决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人，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不安全之上。有的国家肆意插手他国的内政和地区事务，动辄单边制裁、武力胁迫，四处发动颜色革命和代理人战争，搞乱一个地区以后一走了之，留下一个烂摊子。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儿在亚太被复制。强调相互尊重，很重要的是尊重对方的战略自主和发展权。而霸权主义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剥夺别人的战略自主和发展权。有的国家对法治和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拿家法帮规强加于人，甚至用自己都没有参加的公约约束别人。其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来不讲清楚是什么规则，谁制定的规则，采取的是例外主义、双重标准，维护的是少数国家的利益，遵循的是少数国家的规则。公平正义的发展环境是亚太国家共同利益所在。谁想在这里割韭菜、薅羊毛、搞弱肉强食那一套，都必将遭到各国的共同反对。有的大国提出的所谓印太战略，中方认为，不管什么样的战略，都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以所谓的假想威胁构建排他性的军事同盟，否则极易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试图推进亚太北约化，其本质就是绑架地区国家，渲染冲突对抗，只会让亚太陷入到撕裂、纷争和冲突的漩涡。历史已经证明，集团政治、分裂对抗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只会加剧局势的紧张，破坏地区的稳定。今天的亚太需要的是开放包容的大合作，而不是拉帮结派的小圈子。我们不能忘却2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绝不能让这样的悲惨历史重演。对中美关系的回忆，呼吁的是中美不要辜负世界的期待。关于中美关系，这事关全球的战略稳定，也是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中方认为，中美双方应不负期待，顺应时代潮流。中美关系的意义早已超出双边，影响全球。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担忧发生冲突对抗。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中美发生激烈的冲突对抗，那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中方认为，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不能为一时之师挑起阵营对抗，而应顾全大局，以交流合作化解分歧，回应各国的期待。应不忘历史，吸取经验教训。中美制度不同，差异很大，但并不妨碍双方求同存异，发展双边关系，也不妨碍双方基于共同利益深化合作。历史一再证明，中美和两利，斗俱伤。中方一直寻求以美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但这需要美方拿出诚意，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两军关系止跌企稳。应不惧困难，找到相处之道。这几年中美关系徘徊在建交后的低谷，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缘由，大家都很清楚。世界足够的宽阔，完全可以容纳包括中美在内的地区各国共同发展。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条原则，才是中美两国正确的相处之道。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巴厘岛成功会晤，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共同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困境，重回正轨，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世界。演讲结束后，场内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回去的路上，我看到美国将自己演讲的题目偷偷改了，原标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被换成了“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到底要怎么面对美国的碰瓷？或许一个最朴素的答案就是真诚、正直和善良。正如李尚福部长说到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始终崇尚以和为贵，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从未主动挑起一次冲突，从未侵占别国一寸土地，从未发动过一场代理人战争，是全世界和平记录最好的大国。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会放弃维护自身正当的权益，更不会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歌词写道：“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厚道友善、不畏强权的民族性格。